本小节我们来看一下 STM32 的介绍。第一条 ，STM32 是 ST 公司基于 ARM Cortex-M 类核开发的32位微控制器。那我们通过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 ，ST 的意思就是 ST 公司 ，M 就是微控制器 Microcontroller 的首字母，微控制器就是 MCU， 就是我们常说的单片机啊。所以 STM32 也是一款单片机。32的意思是这是一款32位的单片机，相比较8位的51单片机 ，STM32 的性能还是非常强的。当然 ，ST 也推出的有8位单片机，叫 STM8， 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ARM Cortex-M 类核就是 STM32 内部的核心部分，这个类核是 ARM 公司设计的，它在 STM32 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比如我们程序指令的执行啊，加减乘除的运算都是在内核里完成的，它相当于整个芯片的 CPU， 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脑厂商一样，可以拿着英特尔或者 AMD 的 CPU， 然后自己完善外围电路，就可以推出自己品牌的电脑。这个 STM32 也是一样， ST 公司拿着 ARM 公司设计的内核，再完善外围电路，整个分装起来就做成了 STM32。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厂商拿着 ARM 的内核来做他们自己的芯片，那这些芯片都叫做基于 ARM 内核的芯片。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条 ，STM32 常应用在嵌入式领域，如智能车、无人机、机器人、无线通信、物联网、工业控制、娱乐产品等。像这个智能车啊，我们可以用 STM32 做一辆寻迹小车，读取光电传感器或者摄像头的数据，然后驱动电机前进和转弯。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用 STM32 读取陀螺仪加速度计的姿态数据，然后根据控制算法去控制电机的速度，从而保证飞机的稳定飞行。机器人呢，我们可以用 STM32 驱动舵机，去控制机器人的关节，然后让机器人运动。无线通信这个，我们可以给 STM32 连接上一些2.4G 无线模块或者蓝牙 WiFi 模块，这样 STM32 就可以具备无线通信的能力了。物联网的话，也可以借助这些无线模块来通信，比如蓝牙、WiFi、Zigbee 这些，再通过 STM32 驱动继电器来控制220伏电路的通断。那工业控制的话，我之前拆开过一个国产的 PLC 啊，就发现它内部的主控就是一块 STM32。那 PLC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工厂用来进行工业控制的，对吧？最后我们也可以用 STM32 做一些娱乐电子产品啊，像这个做个爱心流水灯啊，那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哈。那第三点 ，STM32 功能强大，性能优异，片上资源丰富，是一款经典的嵌入式微控制器啊。像目前我们做一些需要单片机控制的东西，一般都可以考虑一下 STM32 啊。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 STM32 家族系列图，这个标题写的就是 STM32 MCU 们啊，第二行就写了它是32位的 ARM Cortex-M 内核的芯片。目前 STM32 主要有4个系列，分别是高性能系列、主流系列、超低功耗系列和无线系列，对应的都有不同型号的产品。比如高性能系列的就有 STM32 F2、F4、F7、H7 这些，下面有它们的性能介绍。比如这个 F2 系列就是398的 CalMark 和120兆赫兹主频的 Cortex-M3 内核。这个 CalMark 就是一个内核跑分啊，跑分越高性能越好。Cortex-M3 内核就是 ARM 的其中一个内核芯片。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 STM32 H7 的芯片，就是目前最强的 STM32 芯片，拥有3224的内核跑分，550兆赫兹的 Cortex-M7 和240兆赫兹的 Cortex-M4 的内核，是一个双核微控制器啊。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流系列，这其中包含了 F0、F1、F3 这些型号。那我们本次教程我们使用的就是 STM32 F1 的这个系列，
它是有177的内核跑分和72兆赫兹的 Cortex-M3 内核。那下面还有超低功耗系列，比如 L0、L1、L4、L5 等这些型号。最后还有无线系列的 STM32，像这个 STM32WL 和 STM32WB，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这些就是目前 STM32 家族中的所有系列了。可以看出来这个系列还是比较全的。我们学习的是主流系列，如果你觉得性能不够，可以继续进阶学习高性能的系列。如果你对功耗特别敏感呢，可以学习一下低功耗的系列。如果你想做一个无线通信的产品，可以了解一下无线的系列，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所以换一个系列再学习的话，也会比换别的芯片轻松很多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RM 的介绍。刚才我们说了 STM32 使用了 ARM Cortex-M 内核，那这个到底是怎样的内核呢？ ARM 公司还有哪些内核呢？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这个 ARM 是既指 ARM 公司，也指 ARM 处理器内核。ARM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知识产权提供商的意思就是，这个 ARM 公司是只设计 ARM 内核，而不生产实物。实际的内核是各大半导体厂商连同芯片一起制作出来的。ARM 可以授权给各大厂商它的设计，然后再收取授权费作为盈利方式。这实际是一种开放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商业模式。也正是这种方式使得 ARM 公司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那现在全球超过 95% 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采用了 ARM 的架构。可以说 ARM 的这种商业模式还是成功的。当然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 ARM 设计的内核是真的不错，那它设计的好，大家才会和它合作，对吧？第三条是 ARM 公司设计 ARM 内核，半导体厂商完善内核周边电路并生产芯片，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对吧？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模块图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蓝色部分是整个的 STM32 芯片，内部处于 CPU 地位的就是 ARM 公司设计的内核，右边这些橙色的部分就是 ST 公司设计的外围电路，比如存储器，还有一些片上的外设资源等。如果 ST 觉得资源不够多，还可以继续增加外围电路，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ARM 的内核都有哪些型号。从这个图里可以看出 ARM 公司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也是生产了各种型号的内核。那我们 STM32 使用的 Cortex-M 内核也是其中一种。先看一下这个蓝色的部分，这些是 ARM 公司以前生产的老版本内核了，比如 ARM7、ARM9、ARM11。我们把这些型号称为经典的 ARM 处理器。当然 ARM 内核也是从 ARM1、ARM2 等等这样发展过来的。在 ARM11 之后， ARM 可能觉得这样命名没意思了，对吧？当然实际应该是为了迎合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ARM 更改了命名方式，推出了 Cortex 系列的内核，并且一下推出了3款子型号，用于适用不同的场景。它们分别是 Cortex-A 系列、Cortex-R 系列和 Cortex-M 系列。你看这3个系列加起来正好构成了 ARM 3个字母，可见这个命名方式还是有讲究的哈。那根据应用场景来看， R 系列和 M 系列适用于嵌入式领域，而 A 系列则是适用于高端应用型的领域。A 系列就是 application 的意思，它包含了这么多型号。A 系列主要应用在手机领域，像现在苹果的手机芯片、高通的手机芯片、联发科的手机芯片，基本上都是采用 ARM 内核架构的。A 系列也是 ARM 内核中性能最高、发展最快的系列。现在 A 系列的型号推出的是非常多的，远不止这个图片上的这几个型号，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那最近苹果也是推出了基于 ARM 架构的 M1 芯片，对吧？就将这个 ARM 架构推进到了电脑领域，所以 ARM 的发展趋势还是非常好的。与 A 系列对比下来， R 系列和 M 系列的
型号发展就比较慢了。2系列就是 real time 的意思，主要面向实时性很高的场景，比如硬盘控制器这些东西。这个2系列的应用场景应该还是比较小的，2系列的内核型号也不是很多。最后一个就是 M 系列了 ，M 系列就是 microcontroller 的意思，主要应用在单片机领域。像我们的 STM32 使用的就是 M 系列的内核，它的型号也有 M0、M1、M3、M4 这些。不同型号的内核性能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这个图片就可以看到 ，STM32F1 使用的是 Cortex-M3 的内核，还有 STM32F0 使用的是 Cortex-M0 的内核 ，STM32F3 使用的是 Cortex-M4 的内核，还有这些使用了 M3、M4、M7 的内核。那看到这里，这个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的 STM32 是什么意思？相信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吧。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本套课程使用的 STM32。我们使用的是 STM32F103C8T6 这个型号的 STM32，就是右图的这个样子。根据它的型号名称再对照前面的介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它的系列是主流系列 STM32F1， 它的内核是 ARM Cortex-M3， 主频是72兆赫兹。它的 RAM 大小是 20K，ROM 大小是 64K。这里的 RAM 就是运行内存，实际的存储介质是 SRAM。这里的 ROM 就是程序存储器实际的存储介质是 Flash 闪存。它的供电电压是 2.0 到 3.6 伏，标准是 3.3 伏供电。这个需要注意一下，我们以前学的51单片机使用的是5伏供电，还有 USB 输出的电压也是5伏，5伏是不在这个供电电压范围内的，不能直接给 STM32 供电。如果是5伏电压，那需要加一个稳压芯片，把电压降到 3.3 伏，再给 STM32 供电。它的分装是 LQFP48， 也就是图片这种比较小的分装，总共有48个引脚。这个如果你自己画板子的话，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分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芯片的片上资源。这个片上资源又叫做外设，英文是 peripheral。以后看到这个单词，一般就指这些东西那下面这个表里就是 STM32F1 系列的外设资源，这就是我们以后学习的内容。我们主要学习的就是 STM32 的外设，通过程序配置外设来完成我们想要的功能。在这个表中，前2个深颜色的是位于 Cortex-M3 内核里面的外设，剩下的都是内核外的外设。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看一下这些外设都是干啥的。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些东西，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了。以后我们还会经常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所以现在只是一个界面介绍，里面可能会存在很多的专业名词，那听不懂也没关系，我们之后还会慢慢的来理解这些东西的。首先是 NVIC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这个是内核里面用于管理中断的设备，比如配置中断优先级这些东西。接着是 SysTick 系统滴答定时器，这个是内核里面的一个定时器，主要用来给操作系统提供定时服务的。这个 STM32 是可以加入操作系统的，比如 FreeRTOS、UCOS 等如果用了这些操作系统，就需要 SysTick 提供定时来进行任务切换的功能。当然我们本课程是不需要操作系统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定时器来完成 delay 函数的功能。下面的 RCC 是复位和时钟控制，这个可以对系统的时钟进行配置，还有就是使能各模块的时钟。在 STM32 中，其他的这些外设在上电的情况下，默认是没有时钟的。不给时钟的情况下，操作外设是无效的，外设也不会工作。这样的目的是降低功耗，所以在操作外设之前，必须要先使能它的时钟，这就需要我们用 RCC 来完成时钟的使能。然后 GPIO 就是通用的 I/O 口，我们可以用 GPIO 来点灯、读取按键等。
这也是一个单片机最基本的功能了哈。AFIO 是复用 I/O 口，它可以完成复用功能端口的重定义，还有中断端口的配置。EXTI 是外部中断，配置好外部中断后，当引脚有电平变化时，就可以触发中断，让 CPU 来处理任务。TIM 是定时器，这也是整个 STM32 最常用、功能最多的外设。TIM 分为高级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器3种类型，其中高级定时器最为复杂，常用的是通用定时器。这个定时器不仅可以完成定时中断的任务，还可以完成测频率、生成 PWM 波形、配置成专用的编码器接口等功能。像 PWM 波形就是我们电机驱动、舵机驱动最基本的要求了。ADC 是模束转换器，这个 STM32 内置了12位的 AD 转换器，可以直接读取 I/O 口的模拟电压值，无需外部连接 AD 芯片，使用非常方便。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这个可以帮助 CPU 完成搬运大量数据这样的繁杂任务。USART 是同步或异步串口，我们平时用的 UART 是异步串口的意思，这里的 USART 是既支持异步串口也支持同步串口，当然我们实际还是用异步串口比较多哈。下面的 I/C 和 SPI 是非常常用的两种通信协议， STM32 也内置了它们的控制器，可以用硬件来输出时序波形，使用起来更高效。当然用通用 I/O 口来模拟时序波形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 CAN 和 USB 也都是通信协议， CAN 通信一般用于汽车领域， USB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生活中到处都是 USB 设备。利用这个 STM32 的 USB 外设，可以做一个模拟鼠标、模拟 U 盘等设备。RTC 是实时时钟，在 STM32 内部完成年月日10分秒的计时功能，而且可以接外部备用电池，即使掉电也能正常运行。下面的 CRC 校验是一种数据的校验方式，用于判断数据的正确性。有了这个外设的支持，进行 CRC 校验就会更加方便一些。PWR 电源控制可以让芯片进入睡眠模式等状态，来达到省电的目的啊。BKP 备份寄存器，这是一段存储器，当系统掉电时，仍可由备用电池保持数据。这个根据需要可以完成一些特殊功能。IWDG 和 WWDG 是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当单片机因为电池干扰死机，或者程序设计不合理出现死循环时，看门狗可以及时复位芯片，保证系统的稳定。DAC 是数模转换器，它可以在 I/O 口直接输出模拟电压，是 ADC 模束转换的逆过程。SDIO 是 SD 卡接口，可以用来读取 SD 卡。FSMC 是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可以用于扩展内存或者配置成其他总线协议，用于某些硬件的操作。USB OTG 就是 USB 主机接口，用 OTG 功能可以让 STM32 作为 USB 主机去读取其他 USB 设备。那以上就是 STM32F1 系列所有外设的大致介绍啦。我们之后的课程中经常会和这些字母缩写打交道，所以大家提前要熟悉一下这些字母的意思。至于具体的功能，我们之后的课程会慢慢介绍。另外还要注意一下，这是 STM32F1 整个系列的所有外设，并不是所有型号都拥有全部的外设比如我们这款 C8T6 的芯片就没有后面这4个外设。那具体有哪些外设，每个外设有几个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对应的数据手册。比如我们打开这个 C8T6 的数据手册，翻一下这个外设资源表，看到这个 STM32F103X 这一列，可以看到这个 C8T6 是 64K 的闪存， 20K 的 SRAM， 有3个通用定时器，1个高级定时器，没有基本定时器2个 SPI， 2个 I/C， 3个 USART， 1个 USB， 1个CAN 总线，
37个 L 口，2个10通道的12位 ADC。那在这个表里没有出现的外设，你就要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存在。要是操作了不存在的外设，那它是不会工作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命名规则，看一下这个型号的每一位字母和数字代表的意义啊。在这里呢 ，STM32 代表的是基于 ARM 核心的32位微控制器 ，F 代表的是通用类型，103代表的是增强型，当然也还有基本型、USB 型和互联型的一些型号。C 代表它的引角数目是48，其他的还有36角、64角、100角和144角的一些型号。一般来说，引角越多，它的外设就会越多。这个8代表它的 Flash 闪存的容量是 64K， 还有其他的一些容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T 代表它的分装类型是 LQFP 的，6代表的是温度范围为-40到85摄氏度。那这些就是这个 STM32 的命名规则。现在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型号，叫 STM32F103RCT6。那对照这个表就可以知道，这个 RCT6 的芯片是64角 256K 的 Flash， LQFP 分装，-40到85摄氏度这样的参数。以后看到其他型号的 STM32 也都可以对照这个命名规则，了解它的大致参数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芯片的系统结构，这个结构看起来比较复杂，现在这个阶段不需要每个部分都弄懂，大致的了解一下即可。了解这个系统结构有利于你加深对 STM32 的认识，便于今后的学习。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分为4个部分，像这样。那左上角的这个就是 Cortex-M3 的内核，内核引出来了3条总线，分别是 Echo 的指令总线、Decode 的数据总线、System 系统总线。这个 Echo 的总线和 Decode 的总线主要是用来连接 Flash 闪存的。Flash 里面存储的就是我们编写的程序啊。Echo 的指令总线就是用来加载程序指令的。Decode 的数据总线是用来加载数据的，比如常量和调试参数这些。除了 Echo 的总线和 Decode 的总线，内核还引出了 System 系统总线。System 总线就连接到了这些其他的东西上面，比如 SRAM 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变量数据，还有 FSMC 这个本课程的芯片不会用的哈。下面这个 AHB 系统总线就是用于挂载主要的外设的。AHB 的意思是先进高性能总线，挂载的一般是最基本的或者性能比较高的外设，比如复位和时钟控制这些最基本的电路，还有 SDIO 也是挂载在 AHB 上的。再后来就是2个桥接，接到了 APB2 和 APB1 2个外设总线上。这个 APB 的意思是先进外设总线，用于连接一般的外设。因为 AHB 和 APB 的总线协议总线速度还有数据传送格式的差异，所以中间需要加2个桥接来完成数据的转换和缓存AHB 的整体性能比 APB 高一些，其中这个 APB2 的性能又比 APB1 高一些。APB2 一般是和 AHB 同频率的，都是72兆赫兹， APB1 一般是36兆赫兹。所以 APB2 连接的都是一些外设中稍微重要的部分，比如 GPL 端口，还有一些外设的1号选手的，比如 USART1、SPI1、TM1、TM8。这个 TM8 和 TM1 一样，也是高级定时器所以也是重要的外设。还有 ADC、EXTI、AFIO 也是接在 APB2 上面的。那其他的像这些2、3、4、5号的外设，还有 DAC、PWR、BKB 等，这些是次要一点的外设，都会分配到 APB1 上去。
当然在使用的时候，个人一般感觉不到 APB2 和 APB1 的性能差异啊，只需要知道这个外设是挂载到哪个总线上的就可以了。那右下角的这一大部分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外设种类和分布啊，剩下最后左下角的这一部分就是 DMA 了。这个 DMA 可以把它当做内核 CPU 的小秘书啊，比如有一些大量的数据搬运的活，让 CPU 来干的话就太浪费时间了。比如我有个外设 ADC 魔术转换吧，这个魔术转换可以配置成连续模式，比如1毫秒转换一次，转换完的数据必须得转运出来，否则数据就会被覆盖丢失。如果直接让 CPU 来干这活，那 CPU 每过1毫秒就得来转运一下数据，这样会费时费力，影响 CPU 的正常工作。而且这个活就是简单的数据搬运，对吧？也没必要 CPU 来干这活。于是 DMA 这个小秘书就出现了，它主要就是干这些像数据搬运这样简单且反复要干的事情。那 DMA 通过 DMA 总线连接到总线矩阵上，它可以拥有和 CPU 一样的总线控制权，用于访问这些外设小弟啊。当需要 DMA 搬运数据时，外设小弟就会通过请求线发送 DMA 请求，然后 DMA 就会获得总线控制权，访问并转运数据。整个过程不需要 CPU 的参与，省下了 CPU 的时间来干其他的事情。那这就是 DMA 的用途。到这里我们整个系统结构图就已经大概清楚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引脚定义对于我们使用这个芯片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我们拿到一个新的芯片时，需要着重的看一下它的引脚定义。有的时候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看完了，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芯片是怎么使用的了。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做的 STM32F103C8T6 的引脚定义表。以后我们开发 STM32 会经常用到这个表，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片存下来，方便以后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都是干啥用的。这个就是 C8T6 这个芯片的引脚序号和引脚名称的示意图。在左上角有个小黑点，代表它左边的引脚是1号引脚，然后逆时针依次排列，直到48号引脚。下面这个表就是每个引脚的名称和功能，在这里我都做了颜色标记，标红色的是电源相关的引脚，标蓝色的是最小系统相关的引脚，标绿色的是 I/O 口、功能口这些引脚。我们来依次看一下。首先看一下表头，前2列是引脚号和引脚名称，和上面的芯片引脚一一对应啊。接着是类型 ，S 代表电源 ，I 代表输入 ，O 代表输出 ，I/O 代表输入输出啊。然后 I/O 口电平代表 I/O 口所能容忍的电压，这里有 FT 的代表它能容忍5伏的电压，没有 FT 的就只能容忍 3.3 伏的电压。如果没有 FT 需要接5伏的电平，就需要加装电平转换电路了啊。主功能就是上电后默认的功能，一般和引脚名称相同。如果不同的话，引脚的实际功能是主功能，而不是引脚名称的功能啊。默认复用功能就是 I/O 口上同时连接的外设功能引脚。这个配置 I/O 口的时候可以选择是通用 I/O 口还是复用功能。最后一个是重定义功能，这个的作用是，如果有2个功能同时复用在了一个 I/O 口上，而你确实需要用到这2个功能，那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复用功能重映射到其他端口上，当然前提是这个重定义功能的表里有对应的端口啊。接着我们来依次看一下引脚定义。第一个引脚是 VBAT， 它是备用电池供电的引脚啊。在这个引脚可以接一个3伏的电池，当系统电源断电时，备用电池可以给内部的 RTC 时钟和备份计算器提供电源啊。2号引脚是 I/O 口或者侵入检测或者 RTC。I/O 口可以根据程序输出或读取高低电平啊，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功能的。侵入检测可以用来做安全保障的功能，
比如你的产品安全性比较高，可以在外壳加一些防拆的触点然后接上电路到这个引脚上。若有人强行拆开设备，那触点断开，这个引脚的电平变化就会触发 STM32 的侵入信号，然后就会清空数据来保证安全。RTC 的引脚可以用来输出 RTC 校准时钟、RTC 闹钟脉冲或者秒脉冲34号引脚是 L 口或者接 32.768 千赫兹的 RTC 晶振，56号引脚接系统的主晶振，一般是8兆赫兹的。然后芯片内有锁相环电路，可以对这个8兆赫兹的频率进行倍频，最终产生72兆赫兹的频率，作为系统的主时钟。7号 N2ST 是系统复位引脚 ，N 代表它是低面频复位的。89号引脚是内部模拟部分的电源，比如 ADC、2C 振荡器等。VSS 是负极，接 GND，VDD 是正极，接 3.3 伏。接着10号引脚到19号引脚都是 L 口其中 PA0 还兼具了 Wake Up 的功能，这个可以用于唤醒处于待机模式的 STM32。20号引脚是 L 口或者 boot 1引脚 ，boot 引脚是用来配置启动模式的，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讲。另外这个 L 口的引脚名称我没有加粗这个意思是我推荐优先使用这些加粗的 L 口，没有加粗的 L 口可能需要进行配置或者兼具其他功能，使用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接着21、22号也都是 L 口，23、24号的 VSS-1 和 VDD-1 是系统的主电源口，同样的 VSS 是负极， VDD 是正极。另外下面还有 VSS-2、VDD-2、VSS-3、VDD-3 都是系统的主电源口。这里 STM32 内部采用了分区供电的方式所以供电口会比较多，在使用时把 VSS 都接 GND、VDD 都接 3.3 伏即可。接着25到33号都是 L 口，34号加上27号到40号，这些是 L 口或者调试端口。上面默认的主功能是调试端口调试端口就是用来调试程序和下载程序的。这个 STM32 支持 SWD 和 JTAG 两种调试方式。SWD 需要2根线，分别是 SWD-IO 和 SWC-LK。JTAG 需要5根线，分别是 GTMS、GTCK、GTDI、GTDO、NGTRST。我们教程使用的是 ST-Link 来下载调试程序的。ST-Link 用的是 SWD 的方式，所以只需要占用 PA13、PA14 这2个 L 口。在使用 SWD 的调试方式时，剩下的 PA15、PB3、PB4 可以切换为普通的 L 口来使用，但要在程序中进行配置，不配置的话默认是不会用作 L 口的。下面的41号到43号、45到46号都是 L 口。最后剩下的44号 boot 0和刚才介绍的 boot 1一样，也是用来做启动配置的。那我这个表也是复制数据手册里面的，在数据手册里也有引脚定义的表，在这里下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把所有分钟的引脚定义都放在一起了看起来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整理了这个表，可以方便大家观看。那有关 L 口的部分到这里就介绍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STM32 的启动配置，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boot 0和 boot 1两根引脚的功能。这个启动配置的作用就是指定程序开始运行的位置一般情况下程序都是在 Flash 程序存储器开始执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让程序在别的地方开始执行，用以完成特殊的功能。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在 STM32F10XXX 里可以通过配置 boot 0和 boot 1引脚来选择3种不同的启动模式。当 boot 0引脚接0，也就是接地的意思，
这个时候 boot 1接 X， 就是无论接什么，启动模式都是主闪存存储器的模式。这时候主闪存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也就是正常的执行 Flash 闪存里面的程序。这个模式是最常用的模式，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配置哈。那当 boot 1接0 boot 0接1，接1就是接到 3.3 伏电源正的意思，那启动模式就是系统存储器，说明是系统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这个解释不太好理解哈，其实这个模式就是用来做串口下载用的。这个系统存储器存的就是 STM32 中一段 bootloader 程序。bootloader 程序的作用就是接收串口的数据，然后刷新到主闪存中，这样就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程序了。一般我们需要串口下载程序的时候，会配置到这个模式上。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串口下载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引脚定义表。刚才我们说了，这5个是调试端口，它们既可以用来下载程序，也可以作为普通 I/O 口使用。如果我们在程序中把这5个端口全部配置成了 I/O 口，那这就坏了，因为这个芯片没有调试端口了，也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所以在你配置这几个端口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把它们全部都变成普通 I/O 口了。那如果全部变成 I/O 口了，下载不进去程序了，这就需要用到串口的方式下载程序了。如果想使用串口下载，就需要配置 boot 1为0 boot 0为1。当然串口下载也不光是用来救急的哈，如果你没有 ST-Link 也没有 G-Link， 那就可以使用串口来进行下载程序，这样就多了一种下载程序的方式。那有关串口下载是如何操作的，我之后会再讲。然后就是 boot 1接1 boot 0接1的情况，这时配置的是内置 SRAM 启动。这个模式主要是用来进行程序调试的，现阶段用的比较少，我们本套视频也不会用到。最后下面还有一段话是在系统复位后 System Clock 的第4个上层言 boot 引脚的值将被锁定，用户可以通过设置 boot 1和 boot 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复位后的启动模式。这个意思是 boot 引脚的值是在上链复位后的一瞬间有效的，之后就随便了。在这个引脚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oot 1和 PB2 是在同一个引脚上的，也就是在上链的瞬间是 boot 1的功能，当第4个时钟过之后就是 PB2 的功能了。那这些就是有关 boot 引脚的部分。看完了引脚定义和这个 boot 引脚的配置，我们对这个芯片是怎么用的大概就有思路了。那在这个表里，如果我们想让 STM32 正常工作，那么首先就需要把电源部分和最小系统部分的电路连接好，也就是这个表中标红色和蓝色的部分。我刚才已经把这些引脚的功能和作用都介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 STM32 最小系统电路了。一般来说，我们单片机只有一个芯片是无法工作的，我们需要为它连接最基本的电路，那这些最基本的电路就叫做最小系统电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路，右边这一部分就是 STM32 其供电的部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分区供电的主电源和模拟部分电源都连接了供电引脚。VSS 都连接了 GND，VDD 都连接了 3V3， 也就是 3.3 伏啊。在这个 3.3 伏和 GND 之间，一般会连接一个滤波电容，这个电容可以保证供电电压的稳定。像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般只要遇到供电，都会习惯上的加上几个滤波电容。当然，加这个滤波电容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大家自己设计电路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剩下还有一个 VBAT 是接备用电池的，如果需要接备用电池，那就这样来接。可以选择一个3伏的纽扣电池，正极接 VBAT， 负极接 GND 就行了。备用电池是给 RTC 和备份寄存器服务的，如果不需要这些功能，就不用接备用电池。那这个 VBAT 直接接 3.3 伏即可，或者悬空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整个供电的部分。可以说 STM32 的供电还是比较多的哈，
而且芯片四周都有供电引脚。这个要是自己画板子的话，就会深有体会啊，这个供电实在是有点多，走线还是很头疼的。但是虽然头疼，还是要把这些供电都接好啊。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晶振部分电路，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晶振电路，在这里接了一个8兆赫兹的主时钟晶振。STM32 的主晶振一般都是8兆赫兹，8兆赫兹经过内部锁相环倍频，得到72兆赫兹的主频。这个晶振的2根引脚分别通过这2个网络编号连接到 STM32 的5、6号引脚，另外还需要接2个20匹法的电容作为起振电容啊，电容的另一端接地即可。那这就是晶振电路。如果你需要 RTC 功能的话，还需要再接一个 32.768 千赫兹的晶振，电路和这个一样，接在3、4号引脚。这个 OSC32 就是 32.768 千赫兹晶振的意思。为什么要用 32.768 千赫兹呢？因为32768是2的15次方，内部 RTC 电路经过2的15次方分频，就可以生成1秒的时间信号了。我们知道在计算机世界，2的次方数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哈，有很多数字都和2的次方有关。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复位电路。这个复位电路是一个10K 的电阻和 0.1 微法的电容组成的，它用来给单片机提供复位信号。这中间的 N2ST 接在 STM32 的7号引脚。N2ST 是低电频复位的。当这个复位电路在上电的瞬间，电容是没有电的，电源通过电阻开始向电容充电，并且此时电容呈现的是短路状态，那 N2ST 引脚就会产生低电频。当电容逐渐充满电时，电容就相当于断路，此时 N2ST 就会被 R1 上拉为高电频。那上电瞬间的波形就是先低电频，然后逐渐高电频。这个低电频就可以提供 STM32 的上电复位信号。当然电容充电还是非常快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单片机就在上电的一瞬间复位了，这就是复位电路的作用。那电容左边还并联了一个按键，这个可以提供一个手动复位的功能。当我们按下按键时，电容被放电，并且 N2ST 引脚也通过按键被直接接地了，这就相当于手动产生了低电频复位信号。按键松手后 ，N2ST 又回归高电频，此时单片机就从复位状态转为工作状态。平时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复位按键哈，一般在设备上有个小孔，当设备死机并且还不方便断电重启时，我们就可以拿一个针戳一下这个小孔里的按键，这样就会使设备复位了。这就是手动复位的功能，按下按键，程序就从头开始运行的意思。下面是这个启动配置，这个 H1 相当于开关的作用，拨动这个开关就可以让 boot 引脚选择 3.3 伏还是 GND 了。在我们这个最小系统板上，使用的是这种跳线帽来充当开关的功能。当跳线帽插在左边2个角时，就相当于接地；插在右边2个角时，就相当于接 3.3 伏，这样就可以配置 boot 的高低电频了。当然，你要自己设计电路的话，接一个拨码开关也是没问题的，这样比插跳线帽还方便一些。那最后剩下的就是下载端口了。如果你是用 ST-Link 下载程序的话，那需要把 SWDLO 和 SWCLK 这2个引脚引出来，方便接线。另外再把 3.3 伏和 GND 引出来，这个 GND 是必须引出来的。3.3 伏如果你板子自己有供电的话，可以不引，不过建议还是都引出来，这样方便一些。那这些就是有关最小系统电路的内容了。如果你自己画板子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当然，如果你是用 STM32 最小系统板来设计电路的话，就不需要这个最小系统了，因为这个最小系统板上已经包含了这些电路哈。那我们再看一下我提供的资料文件夹，在这个资料模块第一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核心板原理图，就是我们这个最小系统板的原理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小系统和我给的那个最小系统有哪些不同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最小系统的东西比我给的那个要多一些哈。我们来依次看一下。第一个是复位电路，和我给的是一致的。第二个是 boot 配置电路，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它在这里接了2个测试的 LED， 一个直接接到了 VCC 3V3 和 GND，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啊，另一个接到了 PC13， 这是一个 L 口的测试灯。接着第4个的下载电路也是一样的，它在这个供电也加了一个电源滤波哈，这个作用也是稳定供电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稳压芯片，用于给5伏的电降到 3.3 伏，给 STM32 供电。它左边的输入是这个 USB 的5伏电源，右边输出的是 3.3 伏。这个芯片没有给型号啊，我根据它的外形和引脚推测这个芯片的型号应该是 XC6204。XC6204 是一个 3.3 伏的稳压芯片，另外还有 XC6206、AMS1117 等，这些都是常用的稳压芯片，大家设计电路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那这2排就是引脚的排针了，这2个排针把芯片的引脚都引出来，方便我们接线的。中间这个大的是 STM32F103C8T6 的芯片，右上角和左下角是4个 STM32 供电的滤波电容，左边这个是 USB 的接口，它接的 PA11 和 PB12 是 STM32 的 USB 引脚，可以进行 USB 通信。另外这个 USB 还可以提供5伏的供电，这个电经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稳压芯片降到 3.3 伏，剩下的这些电路都是 3.3 伏的供电。最后就是这2个晶正电路了，这个晶正电路和我给的基本是一样的，上面这一部分是 32.768 千赫兹的晶正，接到了 STM32 的 PC14 和 PC15， 这俩引脚就是 OSC32 的那2个引脚，这里名字有点不一样，但是是一个地方。下面这一部分是8兆赫兹的主时钟晶正，接的是 STM32 的 OSC 这2个引脚。那在这里多了一个1兆的电阻哈，这个电阻也是有一些作用的哈，不过也可以不接，影响不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小系统板的实物图，大概的认识一下板子上的元件。那这个中间的黑色小芯片就是 STM32F103C8T6， 左边这2个跳线包是用来配置boot引脚的，下面这个是复位按键，在左边是这个 USB 接口，它可以进行 USB 通信，也可以为板子供电。右边这个金属外壳的是8兆赫兹的主时钟晶正，这个黑色的是 32.768 千赫兹的 RTC 晶正，然后在右边是2个 LED， 上面这个是 PWR 电源指示灯，下面这个是接在 PC13 口的测试灯，最右边是 SWD 的调试接口，用来下载程序的，上下2排是用于接线的排针啊。然后看一下背面，这个5个角的小芯片就是 3.3 伏稳压芯片，剩下的这些就是电容电阻这些小元件了哈。那介绍到这里，大家对这个最小系统板应该都了解了吧？那有关 STM32 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本节我们把 STM32 的基本情况、ARM 内核、参数、外设、命名规则、系统结构、引脚定义、启动配置、最小系统都介绍了。这些就是有关于 STM32 最基本的介绍。如果想要继续深入了解 STM32，可以看一下我提供资料里的这些文档啊，这些文档是官方提供的最详细的介绍了。想要学好 STM32，看好这些文档也是必须的啊。那本节的 STM32 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